Hello，大家好，我是静。今天的影片，我想和大家来聊两则中共国人最近在新加坡制造的新闻头条。那这第一条呢，是非常的让人啼笑皆非啊，那就是呢，有5名中国籍男子呢，在新加坡故意犯罪。故意行贿我们的执法人员，大概的细节呢是这样：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有几名中国籍男子在新加坡的红灯区，也就是我们的牙龙，然后在巴士站那边故意的吸食香烟啊。众所周知，新加坡的法律呢是说，在公共场所非吸烟区呢是不可以吸烟的啊。那这5名中国男子呢，其实是知道的，他们是故意的想在新加坡犯罪，然后故意的行贿我们的执法人员。然后呢，他们就在巴士站那边开始吸烟。吸烟的时候呢，很快，然后就被我们的环境局的工作人员给抓到。抓到之后呢，这几名中国籍男子就故意的去行贿我们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叫他们放过他。行贿的金额是400块钱新币。那我们都知道啊，新加坡的政府人员和我们的执法人员都是非常的清廉透明的。那因此呢，也毫无意外，我们的执法人员就拒绝了，并把他告上了法庭啊，然后他们也被抓了。被抓了之后呢，他们是可以保释候审。保释候审呢，它就是说，你因为触犯了新加坡的某一项法令，然后呢，我们的警察会向法院去提告你啊。那提告期间呢，你需要有一个保释人把你保出来。保释期间呢，你是可以待在新加坡的，拿一种特殊的签证，待在新加坡候审的。那这5名男子呢，就是为了去拿到这个特殊的签证，延长在新加坡的逗留时间，就故意的去犯了罪，然后故意的行贿我们的执法人员。那他们想延长在新加坡的逗留的时间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留在新加坡，在牙龙一带，也就是红灯区的地方去兜售春药。春药啊，然后呢，和他们还有一个同伙，是一个新加坡籍的。那据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报道说呢，这一名新加坡籍的人呢是有吸食违禁品的，他也一起被捕了。但是呢，我的猜想就是那这5名中国籍的男子跑到新加坡的红灯区去兜售春药他这样的违禁的药品然后呢还想非法逗留。我的猜想我有一个很大胆的猜测，我怀疑新闻报道当中的这一位被称作新加坡籍的新加坡人，有非常大的机会可能是从中共国移民到新加坡来的新公民因此呢，那目前5名中国籍男子和这一名新加坡籍的都全部被捕了。那在7月16号的时候呢，其中的一位犯罪分子更加是被新加坡的警方押到了牙龙，也就是他的犯罪现场，去重现他们的犯罪细节，重组案件的细节那大概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的。那在我以往的影片当中呢，每当我讨论中共国人在海外的各种奇葩的犯罪行为的时候，我时不时的会看到有一些观众朋友非常有意思的猜想说，哎呀，他们就是怕回去生冤国，所以说想尽一切办法都要留在国外譬如说上一次我们在讨论那个中国籍夫妇在马来西亚航空上装神弄鬼，突然就有很多失序的行为这个事件然后当时就有很多新加坡的和马来西亚的观众说怀疑他们是故意的去做这种脱序的行为，然后待在马来西亚那我当时看到这些观众的留言，我还是有一些质疑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们已经愚蠢到要用这样的犯罪行为去拖延时间，拖延那么几个月，我觉得这个成本真的是蛮高的而且还会留下前科嘛。那你一旦在某一个国家有犯罪记录，那你以后是不可能再有机会入境到那个国家了那所以说我真的觉得中共国人真的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你看他为了在新加坡卖春药，他可能赚的非常之多然后才这样铤而走险
甚至要去触犯法律，也要逗留在新加坡啊，我就觉得是非常的让人难以置信，也无法想象，就是他们对那种金钱的渴望已经到了一个如此夸张的一个地步了啊！我真的很难想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让人咋舌的行为啊。那除了这条新闻呢，最近在新加坡还有另一条也是非常让人咋舌的一个新闻，那就是最近呢，新加坡的乌节路上是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在我们的乌节路上明目张胆、大张旗鼓的兜售海鲜生意的中共国小姐姐。那我们都知道新加坡的乌节路呢是新加坡奢侈品一条街，是各种的国际奢侈品牌都汇聚在这条街上啊，那可以说是新加坡最有钱，然后最奢侈的一个地方啊，是我们的高端的地区啊。那这条路上呢，现在就是说已经有大量的这些兜售海鲜的小仙女们就把我们这个作为新加坡对外国游客的一个名片一样的地方，当做他们拉客的一个地方。那据新加坡的报纸报道，有一个非常细节的一个好笑的部分，说是其中的有一个中共国的卖海鲜的小仙女，当她和路过的一个老安科把价格谈妥了之后，她居然非常得意的大喊道：“我今天晚上有男朋友了！”我看了之后真的是觉得真的是太疯狂、太夸张了，毫无廉耻之心啊！那我们都知道自从这个新加坡和中共国实施免签之后呢，大量的中共国的小仙女是跑到新加坡来淘金。那因为新加坡的新币是非常的值钱，然后呢，他们在这边也可以通过这些兜售海鲜的生意赚很多钱啊。那因此呢，在最近1-2年呢，就是中共国的小仙女在新加坡兜售海鲜生意的这个事情呢，是越来越泛滥，越来越夸张。那如果说你是我频道的老观众，你应该都记得我时不时的会报道，譬如说中共国的小仙女在我们的食阁，也就是吃饭的地方去拉客，跑到住宅区去拉客，他们这些拉客的方式呢都是违法的，都是不允许的。因为新加坡合法合规的红灯区呢是在牙龙那边，而且是需要执照，需要按时做体检的。那这些非法的没有执照、没有做体检的小仙女呢，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啊。他们是打游击战，是到处去拉客啊，就是非常影响新加坡在国际上的一个形象。还有就是呢，对新加坡的家庭，就是很多的孩子会看到这样大量的小仙女到处穿着很暴露的，然后去拉客，其实对小孩的影响也是非常不好的啊。那现在呢，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去住宅区和食阁当中去拉客了，他们现在已经把他们的根据地搬到了新加坡最高端的商业区了，就是乌节路。他们可能是想去寻找一些比较有钱的客户吧。所以说呢，我真的是希望新加坡的移民厅也罢，或者是新加坡的警方也罢，真的要出来想办法去制止这些中共国的非法的小仙女啊。那我真的是非常担心，因为他们的胡作非为会导致新加坡在国际上的形象严重受损。我们众所周知新加坡呢在国际上是有花园城市之称的那如果说现在的这种情况，大量的小仙女的涌入，到处泛滥的情况，如果不制止的话，我不知道新加坡在不久的将来会不会变成中共国的东莞，就是说以这样负面的不好的方式而著名于世界我真的是非常的担心。那也欢迎新加坡的观众朋友们来说一说你对以上这2条新闻的一个看法。OK，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全部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